人给我儿打了，那几女孩都跑，就把我儿堵住了。我儿想跑没跑了，就给我儿堵住了，给我儿手都砍断了。我就看我手全是手，过后我儿真的是胳膊呼淌血呀！他们给我儿拔插花，我哭的嗷嗷叫啊，那我儿都疼的都不行了。2011年10月8日一名高3的学生就因为打篮球的时候呢，和另一位男生发生了口角，结果被对方的家长带了一群人持刀将他的双手砍断。这个手左手就剩一块皮连着，整个手都掉了，骨全掉了。完，他母亲就说你们谁也跑不了，就是当时有2个孩子跟我弟弟在一起，说你们谁也跑不了，觉得那个我今天打死你们给你偿命。就新来的公安局那个局长我都能摆平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岩。砍人者到底是谁？是什么身份？为何如此嚣张？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如何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当时轰动一时的长春砍手门事件。被砍的这名高3学生叫吴天浩，当时呢是吉林省实验中学的一名高3学生，学习成绩一般，但他篮球打得比较好，身高有1.86米，打算报考篮球专业，所以几乎每天他都会去篮球场打篮球。2011年10月8日晚上8点35分，吴天浩的姐姐接到了弟弟的电话，但是呢，电话里不是弟弟吴天浩的声音，是另一名男生的声音。电话里说，吴天浩现在正在医院抢救。听到抢救这2个字，姐姐非常的担心，同时呢也非常的疑惑，这弟弟就打了个篮球，能伤成什么样子，还需要抢救吗？那个姐姐挂断电话之后呢，就马上和母亲一起赶往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。到了医院之后，进入病房就看到了缠满绷带的吴天浩，脑袋上全是血，娘俩当时都吓坏了。当时吴天浩的神志呢还算清醒，看到母亲之后，他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的手断了。”我说妈，别抱我，别拍我，我真疼啊！我没敢摸我儿子，我儿子说妈，我手断了，他疼嗷嗷叫会儿，他一滴眼泪都没叫，就会叫，我就跟我疼啊，就喊给我疼。吴天浩进入医院时呢，身上到处都是刀伤。根据医院出具的这个病情报告显示报告里断裂的字眼多达9处，骨折的字眼多达3处。根据医生描述，吴天浩的头部的刀伤都深可见骨，更恐怖的是他的双手被砍断了，只连着一层皮。当时吴天浩虽然神志清醒，但是疼痛感使他不能完整的表达，断断续续的描述当中呢，母亲和姐姐才知道吴天浩是被人用刀砍伤的。我说儿咋整的？我儿说他们家打人，勾人给我打了。完了，当时就有一个女的和2个男的在门口，完我就问一下那个他同学都有跟前，我说这是谁呀？完了，他那个同学说这个是给他送医院的。完了，那女的说我是路过的，给他送医院了。就在姐姐在走廊里等待的时候，病房里的吴天浩的情况突然恶化，伤口开始往外淌血，医院开始对吴天浩进行抢救。我就看着手往出渗血，缠的纱布，我也没看当时伤情什么样，缠的纱布，完就往出渗血，就淌出溜来了，手放那儿，我就喊医生，医生说的大动脉折，刚才是没出血，认为血栓堵上了，现在磁死存。我弟弟就是进入昏迷状态了，就血压就已经是30吧，完了特别特别低，完了然后医生就说抢救。10月9日上午4点多，吴天浩突然清醒了过来，和姐姐说了几句话之后呢，又陷入了昏迷。6点左右，吴天浩在手术中双手被接上了，但是半个小时之后出现了呼吸困难，2个多小时之后，也就是上午9点左右，吴天浩停止了呼吸，没有了生命迹象。但是父亲呢还没有赶到医院，没能见到儿子最后一面，家人坚持对吴天浩进行人工呼吸，直到10点，吴天浩的父亲赶到了抢救室，家属们才不得不接受家里唯一的男孩吴天浩已经死亡的事实。我的儿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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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大学的，我儿子我哪都考不会的，我儿子。吴天浩去世之前短暂的清醒时间里呢，曾经和姐姐说，他是在篮球场上被人砍的，砍人的一方是另一名学生的家长，而且这位家长当时还嚣张的说，别打死了，留一口气就行，我带钱了，我给他治。我弟弟跟我学，当时那女特别嚣张，和那男在那儿，就是领了40多人，就是说怎么办？他说你就给我砍死了也不用你们就是那什么，说我们都有人，就是
就杀了他都行，就是大概这意思。当场就拿出3万，带着背兜钱，就说的背兜钱来的，说事儿能自己能解决，家有钱，他家开煤矿，不差钱。各位老师好，我是0892号，我的名字叫康凯，我来自吉林艺术学院。看守门事件最初出现在网络上，是吴天浩的表姐康凯在新浪微博上他发了一个帖子。表姐康凯在2011年参加了快乐女声，琵琶弹得比较好，被称为琵琶女，在当时呢有一些名气，所以呢有一定的关注度。2011年10月9日，表姐康凯发出了多个帖子来叙述这件事情的全过程，引起了广大网友们的讨论。根据表姐康凯微博里的帖子以及在场的吴天浩的同学描述，当天吴天浩一伙人和长春市第2实验中学的几个学生一起打篮球，在打篮球的过程当中呢，有一些身体碰撞因为身体碰撞，吴天浩和一名叫做郝志鹏的男孩发生了口角，然后呢，吴天浩的同学就和郝志鹏的同学双方对峙，并且发生了冲突。身体接触，然后就是可能碰撞，就是手有点不乐意了，就是发生点口角。咱们先动的手还是对方那边先动的手啊？这我就没看清，这当时我已经看着他俩就开始有点身体接触了，然后我往前走了一步的时候，他同学就已经给我打倒了。然后郝志鹏叫来了家长，表姐康凯在微博帖子里是这样说的：弟弟也不冷静，两人动了手，但都没有受伤。之后郝志鹏就说他的家长要来解决这个事儿，弟弟的同学就劝弟弟说快走吧，弟弟还天真的说家长是来解决事儿的，跟他理论理论。过一会儿呢，郝志鹏的父母就来了，就和弟弟说话来拖延时间。没一会儿就过来几辆车，车上下来的人都带着刀，有一个男的跑到跟前就问郝志鹏的父亲姐夫咋整，然后呢就开始动手了。弟弟没跑掉，被郝志鹏带着一伙人给拦住了，然后弟弟就开始被打，手被砍掉之后的弟弟就说我不行了，快送我去医院。马路对面就停来一排车，就手打车过来的，就是能有20-30个人，就是肯定是开始抽刀，然后就是有4-5个人就是以缓慢的步行往这边走，都是就1米多长，就像西瓜刀那样的。下车拎刀就被我们同学就过去了，然后同学就跑散了，然后给吴天浩跑出去让他们抓了。那么郝志鹏的父母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如此嚣张呢？根据吴天浩家人所说，郝志鹏的父亲是开煤矿的，有钱有势，而郝志鹏的母亲当时说出的话更是嚣张。就喊今天这帮小兔崽子谁也别想跑。完了说打的时候说对你说一句话，说你们就往死给我打完了不差钱，我赔他钱。这个事情一曝光，群众们纷纷谴责郝家人仗势欺人。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天涯论坛出现了一篇声音相反的帖子，作者自称是郝志鹏的同学，事发的时候自己就在现场，并且呢发誓自己所言属实，如有虚假，天打雷劈。帖子中说到，是吴天浩先动手打了郝志鹏的同学一耳光，发生矛盾之后呢，也是吴天浩先找了一伙人把郝志鹏打得头破血流，而且郝志鹏父母到达现场之后呢，也没有说那些嚣张的话。郝志鹏的父亲还说都是孩子，打什么打呀。后来呢，不知从哪里又来了另一伙人，也就是这伙人砍伤了吴天浩，和郝志鹏的父母没有关系。而且郝志鹏的父母是做好事把吴天浩送到了医院救治的。帖子中还说郝志鹏在学校老实本分，从来没有打过架。后来呢，网络上又出现了一些帖子，说吴天浩在学校就是一个校霸，家庭背景比郝志鹏要大得多，甚至有人说吴天浩的死是罪有应得，并且呢，还有人发出了吴天浩和郝志鹏的照片来做对比。照片当中呢，吴天浩人高马大，身体强壮，更符合校霸的形象。而相反的，郝志鹏呢，相比较就比较瘦弱，更像是被欺负的那一种。很多网友呢就开始动摇了，觉得被吴家人给骗了，开始纷纷谴责吴家人。不断出现的所谓爆料者，使事件的真相变得扑朔迷离。很多网友呢也参与其中，形成了郝家水军和吴家水军两大派别，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花钱雇来的。那么这个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当时事件发生在百亿会馆，而篮球馆的管理员童华目睹了整个过程，并且呢到派出所做了笔录。据说后来有人威胁他，让他不要乱说话。为了保护自己呢，童华向百亿会馆的老板请假回了老家。
后来呢，法制日报的记者采访了童华，才还原了事情的真相。当天，郝志鹏和同学是先来到百亿会馆打球的。吴天浩和同学们来到之后呢，球场已经满了，已经没有位置了。吴天浩一方就想和郝志鹏一方一起打篮球，郝志鹏他们没同意，但吴天浩一方呢还是强行的进入了场地打球抢球。最后郝志鹏一方没有办法，只能和吴天浩这些人一起打篮球。打了一会儿球之后，双方就发生了第一次冲突，但是没有动手。但是没多久呢，就发生了第二次冲突。吴天浩首先动手打了郝志鹏这边的一个人，然后呢，双方就开始厮打。郝志鹏这方的战斗力不行，打输了，就开始求饶，想尽快离开。但吴天浩不同意，他说：“你把我的同学的鞋子踩坏了，你得赔钱，你不赔钱，今天别想走。”就在双方对峙的当中呢，郝志鹏这边的一个同学偷偷的拨打了郝志鹏父母的电话。十几分钟之后，郝志鹏的父母就开车来到了现场。这时，双方已经从球馆的5楼来到了球馆的楼下。吴天浩看到了郝志鹏的父母来了，也并没有害怕，反而让人将郝志鹏的父母也围起来了，而且不停的推搡。但没过一会儿呢，几辆车突然来到了街对面，下来了一群人，这群人手里拿着砍刀、铁棒。来到跟前之后呢，为首的人向郝志鹏的母亲问：“姐，咋整？”这时呢，郝志鹏的父亲就说了：“都是孩子，打什么打呀？”郝志鹏的母亲就说：“给我打，打坏了我有钱，我给看病，只要不死就行。”这时呢，吴天浩这帮学生都已经吓坏了这些学生哪见过这种场面，马上四处逃窜。而吴天浩没有跑掉，被郝志鹏拦住了。接着呢，被几个人围起来砍。吴天浩举着双手来阻挡，结果呢，双手差点被砍掉，只连着一层皮，头部也挨了几刀。仅仅2分钟时间不长，仅仅2分钟，吴天浩就躺在了血泊当中，说我不行了。最后呢，郝志鹏的母亲开车将吴天浩送进了医院，吴天浩经抢救无效，第二天死亡。当天晚上，也就是2011年10月8日，郝志鹏的母亲杜夏娟被派出所逮捕。郝志鹏与父亲郝生山于9日晚向公安局投案自首。长春公安机关呢，马上也成立了专案组，并且抽调了200多人的警力，将涉案的17人全部给逮捕了。这里呢要说几个细节。根据调查，首先事件的起因是吴天浩一伙抢占打篮球的场地，也是先动手的一方。第二，参与砍人的不是网上所说的40多人，而是17个人。这17个人呢，都是郝志鹏的父亲叫来的，并不存在另一伙人。而且呢，这个17个人全部都被逮捕了。第三，郝志鹏的父亲郝生山并不是什么煤老板，是卖醒门设备的一个个体经营者，但是一下子能叫来手拿棍棒17个人，而且下手那么重，应该也不是一般的普通人。另外呢，根据吴天浩同学的描述，吴天浩也并不是什么所谓的校霸，他是一个比较仗义的普通的男同学。到现在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他打过我，或者他抢过我的钱，或者他抢过我的东西，或者说他怎么样我，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的站出来。平时朋友什么被欺负，他都想去帮人家帮一把，这样。就是他是个仗义的小孩。对。而事件的另一方郝志鹏呢，也不是骄横的富二代，他在学校表现的比较腼腆低调，也没有在学校闹过事儿，是一名老实本分的普通高3学生。他们就说这是挺老实的，从来没听过这人，是高3学生。就高3学生，就是挺普通人，老实本分的，没在学校闹过事儿，怎么让大家知道是吧？所以说双方就是因为打篮球发生了冲突，本来这个事情并不大，结果呢，家长的错误处理方式使整个事件升级，最后闹出了人命。来了他打球以后吧，他们之间就是发生了小摩擦，就跟说呢，说打起来了。完我们人吧就去一看，没事了，这孩子就是因为这里边他就没啥大的冲突，可能拌着嘴了，或者有点身体接触拉倒了，这就完事了。这个男的还行，男的说算了，一个孩子打仗。所以说，就是只想拉倒。这个孩他妈不依不饶，不行，我孩子挨揍了，那我必须那我得出气。说那打他一顿，打坏了我有钱，我给他看病，只要不死就行。说这么话，真是因为当时很多围观人也就听这句话。2013年2月6日，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一审宣判。法院判决父亲郝生山死刑，砍人的林忠成死刑，郝志鹏的母亲杜夏娟判了11年，高3的学生郝志鹏判了5年，其他的涉案人员判了3年到14年。
2013年2月6日，吉林省长春中院二审判决，父亲郝生山被改判为无期徒刑。后来因为在监狱中表现良好，减刑到21年6个月。这就是这个案件的结局了。感谢收看，欢迎点赞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